我这准头怎么好像射着个人？皇家围猎，有人私闯禁区，死了也是咎由自取。来人啊！且慢，我看着像是个俏丽的小娘子，这等天降良缘，我可得去看看。走。美人，美人，美人，你怎么了？美人，你跑花跑过了界，若想安然无恙的离开，就老实点。民女无知，采花误闯了此地，冲撞了贵人，还望恕罪。既然人活着，就送到京兆府处置。将军，莫让这贱民坏了围猎的兴致。小娘子，别怕，我一时眼花误伤了你，实在对不住。伤着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奴家一时有点心悸，头晕啊！奴家，美人，美人晕倒了！来人啊！营帐在何处？来人！来人啊！你怎样才能放过他？给我10贯，我立刻写休书。好，我给你10贯，我要你写和离书。行。五娘，五娘，等着我。云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，向你借10贯钱，利息按照你们的规矩收，可以吗？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有钱救别人？你之前不是说，此乃王母所赠，我到万不得一事，不忍离身，见谅了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这王琴就是个畜生，若是五娘被他带回去，定会被活活打死的。此玉是你母亲留给你的，不能当。此玉再珍贵，也没有人命重要。母亲在天之灵定不会怪我的。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个人，等来日我赚完钱还是要赎回来的，可以吗？我愿借你钱帛，无需利息。店主仗义疏财，我感恩于心，但规矩不可坏。拿着。林店主，拿着。等等，你们的账算完了，云店主的账也该清一下了吧？花云楼一花一草皆花了大价钱，外人闹事踩坏了东西，云店主可别忘了让他赔偿啊！方才一时忙忘了，多谢郎君提醒。黄晴，
你采回这株牡丹叫做朱颜，市场上卖一株少说要1000文，这个泽兰少说也要卖800文。这什么花值这么多钱？你休想蒙我！这些花何价？你去市场上一问便知，哪能蒙得了你？你就算是报官，也只会多不会少。这些彩绘之物算起来，至少也要20贯。你这里面都不够赔的，还缺10贯钱。林店主，剩余的钱你看看，让他如何赔偿？岂有此理！你们这是薅我坑我的钱！这是你撒泼的地儿吗？既然没钱，没关系，打你1拳抵1贯，打够10贯，就算你赔完了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气谁了？我皮焦肉嫩，打人这种事，段誉，是。啊？哎！川渝，你没吃饭吗？这拳力道也不够啊！芸娘怎么也学起他来？要当活菩萨？郎君可知，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。五娘，怎么样？我本还有些忧虑，但见你在这样的破败之所，人可以将日子过得很好，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人没有了自由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来，吃果子。五娘，你看，好美的落日啊！这么美的落日，照着琼楼玉宇的皇家士族，也照着破落残垣的平头百姓。这么看来，此时此刻的我们，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往日此时，我都在忙碌，从未想过抬头看一看。牡丹，你便如同这照亮我的余晖一般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明明那么怕王清，却一次次的提醒我离开。明知道助我逃跑会遭受毒打，可是你还是为我撑起了旧痛。五娘，你比你认为的还要勇敢，还要善良。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，我今日才能救下你呀。不哭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全名呢。自出生起，爷娘只唤我做五儿，
我并没有一个正经名字。你能帮我取一个吗？好啊，今日是你的新生，应当起个好名字作为彩头。等我。我希望你可以万事胜意，一生无忧。不如就叫做胜意，胜意，秦胜意，如何？我虽不识字，但万事胜意，情胜意，我很喜欢。胜意，秦胜意，情胜意，胜意，胜意。寻找活计这些日子，不是处处碰壁，就是遇到像王晴这样的歹人。若是我们想安身立命，就得自己当店主，这样才不会被克扣、被算计。我除了酿酒做菜一无所长，咱们还是女子，能行吗？小娘子看花吧，亭亭玉立的鲜花。我们再看看。那小着回来买上一盆。好嘞。看花嘞。你看，女子怎么样？他们男子能做的，我们亦能。你都不知道，王晴的酒肆都是靠着你忙前忙后，你太能干了。我也是啊，我有看家的本领，那便是养花。长安这么大，机会这么多，早晚咱们能闯出一番天地。不过眼下咱们一无所有，得多寻几份工，多赚些钱。待到10月，若是本金攒够了，可以采买一批牡丹种苗，到时候自己开铺子。那这几个月我应当学得会种花养花了。哇，这家的紫色牡丹开得可真美，这是名品吗？蒙眼紫，少说要卖1000文呢。这么贵？哎，咱们要不要问问他们是否招工啊？能把名品牡丹照料得如此之好，想必是不缺好花匠的。看看那家。也好看。咱们已经快把花市转遍了，你也夸了好几家的牡丹，但为何都不去自荐呀？你看人家把牡丹养得那么好，哪里还需要再招工啊？再看看。去那家看看，见机行事。好。二位娘子，我这的花啊是整个花市啊最便宜的了，您二位啊来着了。可以看得出多少钱一株啊？啊，50文。50文？可你这花比旁人家的怎么小这么多？这花啊就是这种品种，娘子呢可以先买上几株，这含苞待放的。回去之后呢，种在自家院中，等着它慢慢开花。这满园春色呀，能赏一整季呢。你别哄我了，你这个是 M 丹吧？这 M 丹茎矮根短的，肯定不好养活。这上面的花苞至少有一半都开不出来，即便绞线开出了几朵，也都是像这样残败萎靡的。娘子既然这么懂，爷爷来这儿一问，恐怕不是买来自用吧？娘子这样，如果您啊买的多，咱们这价钱好商量。我是开糕点铺的，想买一些便宜牡丹，借清香跟颜色。你这些花从哪儿挖的？若是我10日购一次，你供得上吗？供得上，供得上啊！
我这些花啊是从京郊清凉山上采的，虽说离城中不远，但是呢，山里路啊崎岖陡峭，去那儿采摘的花农又少，只有我这一家啊采摘这个矮牡丹。二位娘子，要多少株啊？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。你这样，等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再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娘子记得一定上我这儿买啊。哎，刚才那家的花养得并不好，你为何不问他是否招工，反而套他的话，问花是从何处挖的？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花商，多半是靠山吃饭的农户，挖到什么卖什么，不会一直经营此生意的。我本来想先攒够本钱，没有想到今日让我们遇到此良机。沈爷，这店主从今日起，咱们就得做起来了。这矮牡丹在此处不值50万，但是我有办法将其养得更好，卖得更贵。你看这花市中，除了他家，无人售卖此花，这不正给咱们大赚一笔的机会吗？啊，牡丹花天然长在山中，我们若去挖了卖钱，连本金都不需要。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没有那么简单的，此花花苞小巧，不讨人喜，咱们得购置花肥，将花苞养大，让每个弧度啊都开出花。寻常人家的院落不大，若是亲自种植，又麻烦还容易死。但是此花花根短小，正宜做成盆栽，这样既降了单价，又能省地方。好是好，可咱们连温饱都成问题，如何采买花肥、花盆？要么还是先做几个月的工，先攒点本钱再说。矮牡丹的花期有限，这商机更是可遇不可求，若是错过了，就得等来年了。我想到了一条去财神爷家的路，倒可以一试。将军，我这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，要不要听一下？没兴趣。哎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，你看看吧。出资100贯，2个月之后呢，这100贯就变成1000贯。若是把这生意做大了，这1000贯最后就变成一个个金饼了。画饼充饥这套我可不吃，先把欠我的19盆花拿来。若是把盆栽牡丹的生意做大了，日赚斗金，我也能尽快还上欠将军的那些花了。看看吧。高谈阔论我也会，你这笔账只是空想，毫无依据。你还是换个人骗吧，恕不远送。没有骗人，将军再看，将军蒋财神，将军要不要再看一下呢？川爷也在啊。蒋小花，本官为你改名，就是希望你重新做人，淳朴一点点。再造知恩不谢，还对恩人骗钱耍赖、榨干抹净，这可不行。我同恩公义姐赚钱，就是正在报恩啊。您不能因为我欠着您的钱，就对我的手艺跟能力产生偏见吧？古语有云：“星火燎原”，多好的生意都需要本钱呀，是吧？您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哎，真当这是自己家了，越发的无赖了。让一下，将军您忘了，当时咱们约定好了，今日我本来就是要照看这琼台玉露的。这几日雨水多，此屋呢通风不错，可是光照不足，不如将此花移到蒋府，找一个朝南的屋舍安置着，这样待你姨母前来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此花盛开了。别人都是风流郎君、翻窗会佳人，你却是为了一株花，当真是个花痴啊！我翻窗为了花，亦为了他。这牡丹价高，能买得起的非富即贵。长安的寻常百姓家可没有买牡丹花的习惯。川渝所说的真是低价牡丹的商机。这长安的百姓有谁不艳羡牡丹的华美啊？可是看得见买不起，更是无地栽种。而我要卖的这矮牡丹，长于荒野，植株精巧，
若是做成物美价廉的盆栽，定是备受欢迎。如此成本低、利润高的天赐良机，将军忍心错过吗？牡丹可是有花期的，春日一过，你所谓的商机便没了。我正是要趁这个春日大赚一笔，攒些家底。至于花期嘛，40芳华取之不尽，牡丹下市了，我还可以卖别的花。将军，您见过我的手艺，我定不会让您亏本的。你这生意是怎么样？你就一双手，怎能料理得过来？何况，上哪儿寻这么多的矮牡丹呀？无论是10株、100株，或是1000株，只要能够赚钱谋生，我一人可以当10人用。况且我现在还有帮手，而那野生的矮牡丹，在清凉山上四处可寻。将军若是不信，明日我便可上山采花。清凉山险峻巍峨，你不会功夫的女流，上不去的。一座山而已，有什么上不去的？届时您看到了花，安下了心，咱们就将这生意的契约一签，击掌为誓，一言为定。用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对。大王，大王好剑法啊！穿木而出，未损鹰身呐。是奴好，剑法百丈，
不差分毫。若是军中设立神射营，配备此等利器，我朝将再无外侵之嫌。大王今日一言，可定边疆安宁100年。只是今年军费已然超支，若新设神射营，只怕又要多养几十位官员。为了社稷，本王将报请圣上，开国库。能够统领神射营的都是人才，不能怠慢。就许正五品下神射郎将之衔吧。本王向来惜才，这几日便选出人选，报送上书。内定选官，只怕言官们又要吵闹了。无论是选人才还是良器，本王从来不惧言官非议。否则，张尚书是怎么接管兵部的呀？这只鹰就送给张尚书把玩吧。大王。这，谢大王。雄鹰何其凶悍，可若是没了眼睛，也只不过是个扑棱的畜生。尚书只需确保，军中之言是大王之言，各军臣服于大王，万事都有大王兜着。随之啊，国子监是讲学之处，徐祖平又是帝师，你可千万不要再去胡闹了。参你的奏书都堆得比马都高了。冤枉啊！我是为圣人送礼告假去的，怎会是胡闹呢？那徐老头啊，还国士，我看就是一块榆木。他的学生啊，越是上奏参悟，圣人就越讨厌李振。哼！大王协助治理朝堂，百官就是大王手中的弓弩。这做弓弩的，就得知道主子心中的方向和猎物。蒋长阳说我爬不上蓝山，这没路，我便自己开路，这不爬上来了吗？对了，听说圣人把今年户部的存档跟奏书全调出来了。圣人心系民生是好事，但是一口气要看这么多奏书，我这个当阿兄的还真是体恤他的身体啊。光是今年的奏书哪够啊？圣人恐怕要把3年的全调出来。哦，圣人自从害了头风啊，无法去花园玩步打球，憋得慌，便在寝宫里将旧奏书搭成了球门打着玩。若不是我看得紧啊，只怕那玉玺都被砸开花了。哦，这么回事。撤，这倒好办。明天我就让工部新建一所专供玩步打球的宫殿。我这个阿弟啊，自幼体弱多病。是该多运动运动。谁知啊，幼珍可跟我时常夸你，说你斗虫击居，无一不精。你可得尽心侍奉，让圣人尽兴。当然。可惜啊，我那个闺女，新寡后终日苦闷。他也正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趣人相伴呢。哎，正好，你们自幼熟识，脾性相投。大王，与县主自幼熟识、脾性相投的是洛阳刘成，众人皆知。县主对他一片情深，我又怎好棒打鸳鸯呢？久未骑射，上次来这儿见到一头雌鹿，很是可爱。
今日一定啊，要将他射到回家。翠芝啊，你父母早逝，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看待，有些事我得管呐。你早就到了娶妻生子的岁数，这幼珍有什么不好啊？论品貌，远胜于旁的名门贵女，你对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县主出众，我自然欣赏。只是我无人管束惯了，喜好古怪。你要是喜欢那些乐府歌女、梨园戏子，养做别斋妇便是嘛。自从我做了这花鸟使啊，这色艺双绝的乐姬我已司空见惯。名门贵女呢，高傲雅致，与我这一身铜锈的俗人啊，相看两厌。翠芝啊，你这些年流连欢场，从来不提娶妻生子之事，我真是好奇，这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得你青眼啊？若真是要娶亲，我得寻一臭味相投之人，不必会琴棋书画，但要视财如命。这日子呀，要能过到一处，玩到一处才行。你这是信不过本王，跟我说胡话呢吧？字字真心。我喜欢那种口舌凶悍、性情乖张之人，越是不成体统，越能出其不意。我府中啊，人口稀少，若他能上房接我，闲来无事骂我两句，打我两拳，岂不热闹啊？若真有像你说这样的悍妇，定是嫁不出去的。嗨，虽知，这娶妻要娶贤，切不可由着性子图一时之快。以本王看，我好像循着那头雌鹿。这花枝珠小，须根细嫩，还好没被伤着。哎呀，我这准头怎么好像射着个人？皇家围猎，有人私闯禁区，死了也是咎由自取。来人啊！且慢，我看着像是个俏丽的小娘子，这等天降良缘，我可得去看看。走。美人，美人，美人，你怎么了？美人，你抛花抛过了界，若想安然无恙的离开，就老实点。民女无知，采花误闯了此地，冲撞了贵人，还望恕罪。既然人活着，就送到京兆府处置。将军，莫让这贱民坏了围猎的兴致。小娘子，别怕，我一时眼花误伤了你，实在对不住。伤着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奴家一时有点心悸，头晕啊！奴家，美人，美人晕倒了！来人啊！营帐在何处？
来人！来人啊！县主往日最爱纵马，今日怎么没同大王一起去狩猎？县主不去，我们也去不了。哎，见不着清凉山的春色，着实可惜呢。我看你俩呀，不是可惜那春色，你俩是可惜见不到猎场上的士族才俊。咱们不比县主身份高贵，有大王亲自向人择婿，何等品貌的男子寻不得啊！听闻洛阳刘家不远千里，已巴巴地送来了提亲纳吉之物，真让人艳羡呢。县主，这若是好事将近，你怎么愁容满面的？可是大王不允这门亲事。难道大王还是中意那蒋长阳？父王知道蒋长阳呢，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浪荡子。他看中的不过是他是圣人的心腹罢了。只是我心匪事，不可专也。这一次，无论父王如何的威逼，我都不会妥协的。我方才啊，见着那蒋长阳的车驾往清凉山去了，恐怕是大王要趁着这狩猎之日替你说亲。闭约！奴婢这就备车。等车慢悠悠到了清凉山，他这件事就说定了。把府中最快的马给我牵过来。是。大王有意赐婚，乃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我醉心玩乐，心情未定。若真行婚举，既拘束了我自个儿，更是委屈了吉安县主，辜负了大王美物。若无妻无子，便如无根之浮萍，看似自在，实则孤苦无依啊！大王所言极是，我能有今日，皆靠大王栽培爱护。宁王府就是我的根，长阳怎敢忘怀？大王的心腹陈留守一直托您为其子陈章在长安谋个官职，可陈章科举失利，形势荒唐。大王有心提拔，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美誉。随之，可是要为本王分忧啊！这是自然。那日我趁圣人玩步打球，兴致正浓，顺口提了一嘴。圣人已经允了，让陈章在洛阳做个仓草。他人不入长安，既堵住了那些言官的嘴，又能成全大王的爱才之心。这个姓陈的，他是聪明，托对了人。仓草，官职虽不大，但可以掌管一地之租赋、粮仓、田地，随之用心了。是我浅薄了，差点同情一个买卖官职的贪婪奸佞。随之啊，今日围猎未能尽兴，你没有猎到雌鹿，本王倒是猎到了一头花豹，不能让你白来啊！赠予你了。大王，县主来了。县主，我今日猎到一美人，又得到大王的赏，实在是收获颇丰。我这受伤的美人呀，离不开我，就不打扰大王与县主说话了。
这个蒋长阳，当真是聪慧通透啊！可惜有朕呐，不争气。别装了，方才偷听了吧？看来你很关心县主的婚事啊，要不跟他叙叙旧？小声点。人都还没上山呢，就怕成这样。蒋军今日以我当脱身的借口，不言声谢就罢了，还要讽刺于我。清凉山上今日围猎，为何没有告诉我？都说了让你别来，你非要来，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？上得来，便可以以我当借口脱身；上不来，便可以推了这生意。蒋军这算盘打的，连洛阳张氏江面的店主都听见了。幸好没让你遇上豺狼虎豹，否则都得赖在我头上。豺狼虎豹早就被你们射光了，哪里还轮得上我呀？昔日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今日有花鸟使为花豹称臣表忠心。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，更喜欢驯兽。肤浅。